独居女大学生惨死出租屋，尸体被发现时，尸油都渗进了整个床垫中。更诡异的是，大夏天室内居然空调开到28度，还是暖风。凶手应该是想加快尸体的腐烂，迷惑法医判断死亡时间。为了保护尸体，法医先是将腐烂的四肢套上袋子密封。这时女警发现尸体竟突然动了一下，同事也被这一举动吓了一跳，只以为他是眼花并未在意，哪知再次查看时，法医老白对他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很无语。原来是高温使尸体腐烂，产生了大量的蛆虫，因此才带动尸体的。玄关处掉落了一只男人的鞋子，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只有一只？警员刚准备去排查死者的人际关系，就有一个附近住户向警方举报，说昨晚曾看到一个只穿一只鞋的男人满手鲜血的开车离开，因为十分可疑，就记下了车子的型号和车牌的后2位数字。于是警方来到附近寻找线索，果然在地上发现了血渍残留，将血渍用棉签采集后带回警局。随后根据车型和号码，发现同事小浩也有辆同样的车。这时女警也想起小浩前几天也穿过同款小白鞋。得知小浩今天轮休，女警立刻带人找上门。屋内的小浩正一脸淡定地清洗手上的血迹，接着一脸镇定地打开房门，两人直接冲向鞋柜。鞋柜里果然有着一双同款小白鞋。女警质问他为什么只有一只，小浩也一脸迷茫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另一边，警员对小浩的车进行检验，果然在方向盘上发现大量血迹，荧光反应。小浩也成为了第一嫌疑人，被带回了警局。当得知自己被怀疑成嫌疑人后，小浩慌忙表示不是自己干的，他只记得昨晚在家喝多就倒头睡了，可醒来时不知为何手上全都是血，他没有多想就直接将手给洗了。另一边，法医也对尸体进行了尸检，尸体上总共发现刀伤16处，但刀避开要害。根据测量，这些伤口的刀伤并不深，对死者也造不成致命伤害。解剖后可以确认死者是被活活掐死的，而凶手之所以对死者进行捅刺，法医认为可能只是为了找乐子，很享受死者痛苦的模样。至于死亡原因受到气温的影响，暂时还不好判断。为了查出事情的真相，警方来到小浩家调查取证。从客厅丢弃了酒瓶来看，小浩的确是喝了不少酒，并没有撒谎。警方将鞋柜剩下的那只鞋带走，并在车副驾的地板上发现有几滴血迹残留，还有一些掉落的长发。在驾驶位下面发现了一条带血的毛巾。经过警方化验，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小浩就是凶手。可女警却觉得这起案件证据太过充分，仿佛就是安排好的一样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小浩一时哑口无言，无法反驳。很快，警员小浩杀人的事情就被媒体曝光出来，警局无奈只能将案子移交给检察院做下一步调查。检察官拿出这些证据质问齐小浩，可他毫不知情，不管怎么解释都没用。检察厅已经整理好资料，打算次日就将案件递交给法院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找到了死者的男友小帅，从他口中得知，近期他忙着考公，与女友见面的时间并不多，就连案发时他都在图书馆里面读书。因为这件事儿，男友还十分自责。这时小帅想起一件事儿，不久前女友一直跟他诉苦，说有个快递员经常尾随他，导致他精神十分紧张，后来被小浩及时抓捕，两人因此也成了朋友。得知这一消息，警方找到这名快递员问话，这家伙因为送快递时死者友好的对他笑了一下，他就以为人家喜欢自己，于是一有空他就偷偷跟踪。上次还给死者送过一杯咖啡，这种行为虽然挺下头的，但他却有着充足的不在场证明，因为那天他在网吧里面玩了一天。另一边，法医对尸体上的蛆虫进行实验，当看到结果出来那一刻，他意识到小浩是真的被冤枉，于是立刻带人前往检察院，找到负责案件的检察官，告诉他小浩是无辜的，因为他带来的这盒蛆虫就是小浩的不在场证明。原来死者身上的蛆虫属于第30孚蝇幼虫，需要72小时才能发育到第30，如果环境在25度则需要至少60小时，在28度需要50小时，而死者室内的温度刚好28度，因此他的死亡时间已超过50小时，说明死者是在25号死的，那样小浩就有了不在场证明。另一边，快递员鬼鬼祟祟来到死者家门口，偷偷从窗户上取下一个摄像头，正要离开时被埋伏的警察抓住，带回警局审问。他交代了一切，原来他一直暗恋死者，为了看他才安装了摄像头，调取视频后真相才终于大白天下。25号那天杀害死者的竟是她的男友小帅，警方立即对他展开抓捕，可小帅早就逃之夭夭。随后警方发现他还是警校高材生，怪不得作案手法如此老练。在相框后面，女警发现了一袋文件，看到一张和轮船老板的合影，她断定对方一定是从水路逃跑。等她赶到码头，恰好与乔装的小帅擦肩而过，女人的第六感让她跟了上去，可到一处偏僻的地方时，小帅却没了人影。小帅拿起鱼线就要将女警勒死，好在同事及时赶到，将小帅踹倒在地。一番追逐后，小帅成功被抓回警局。
审讯室里，他交代了一切。原来他看到小美跟小浩约会，就怀疑他们有意图。回家后便对小美拳打脚踢发泄怨气。事后还深情地表示：“나 너 사랑해. 정말 사랑한다고. 나 너 없으면 죽어。”极度让他失去了理智，最终残忍杀害了女友。随后他收集女友血液，以代驾身份送小浩回家，偷偷记下他的密码。半夜潜入，将血液涂在小浩手上，再拿走他的一只鞋，在方向盘上涂满小美的血。接着用变声器打举报电话，一切看似十分完美。小浩看不下去了，冲进来就要揍他。小帅甚至无耻的让小浩感谢他的不杀之恩。看他执迷不悟，小浩告诉他小美找自己是为了帮他咨询考警察的事情。听到这个答案，他不可置信，无法接受，是他的疑心病害死了女友，毁了自己的前程。